小香啊，你爸爸对你是真的好啊。要真的对我好，就不会现在那么生了。他以为他不结婚，不给我找后妈，再给我这么一大笔钱，我就幸福了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女儿需要什么。人们的判断经常会出现错误，他认为自己需要你，他就觉得别人一定需要。但是这次他真的错了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的性格，他一直是那么孤傲，那么自负，他喜欢驾驭别人。他的这种性格也造就了他在企业界的地位。但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性格，把他给害了。他在里边好吗？全说了。问题严重了。好在最后时刻，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小香，小香，生活还要继续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想起来你以前跟我说的一句话，那次我没考好，把自己关在屋里哭，你正好来我家里跟我爸谈事儿。你安慰我说，这次没考好，还有下一次。记住一句话，明天是另一天。好像说过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你不提我还真想不起来。原来那个时候我挺会安慰人的嘛。明天是另一天，是崭新的一天。邵海翁、廖望、胡杰等人落网后，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其中，邵海翁涉嫌故意杀人罪、受贿罪、贪污罪、私分国有资产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；廖望涉嫌行贿罪、非法经营罪、环境污染罪；胡杰涉嫌非法采矿罪、敲诈勒索罪，分别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。等待他们的，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。婉婷啊，我们俩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散步了。是啊，我现在是五官一身轻，因为玉石的事情被停职过后，我反而觉得现在更轻松了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你以前呢，在工作上也太拼命了。因为我的错，还让你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。海东，你怪我吗？怎么会呢？毕竟你也是无心的，不知者不怪嘛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来，我们坐一会儿。我在渤海生活了几十年，好像第一次发现这座城市这么美。你呀，就是平时工作太忙了。渤海像这么美的地方还有很多。想一想惭愧呀，港口这一带差点让我盖上了房子。哼，一念之差，我们就少了一座气象万千的东方大港。是啊，幸好是曾燕来的坚持，不然不仅港口没了，而且钢厂、工业文化园也没了。你说我这个市长当的，是不是很不称职啊？你怎么能责怪自己呢？之前啊，我觉得你和曾燕来这对搭档是最不被看好的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是绝配。这话怎么讲？攻守兼备，他呢
敢想敢干，只是有时候做事有些冒失，而你的防守意识恰恰弥补了他这一点。你想想啊，曾燕来之前在面对钢厂问题、港口问题，还有矿山问题和污染治理的问题，弄得他是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是你一直站在他的身后，给了他最大的支持。这话说的有水平。说实话，他刚到渤海上任的时候，我也有情绪。我在想，我金海东怎么了？我在渤海摸爬滚打了20多年，省委却让他当市委书记，难道我金海东能力不够吗？别说是你了，那会儿我都感觉特别委屈。想想那个时候啊，我的思想也挺狭隘的。好了，都已经过去的事儿了，我们现在说点高兴的。你现在和曾燕来又想着什么宏伟的计划呢？曾燕来现在正在琢磨一个新的东西。什么？智慧城市。智慧城市，一个智慧的新渤海，一座生机勃勃的新现代化城市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最近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时不时经常提到这个，我呀都背下来了。昨天白天，在滨海路南山社区9号楼一名住户家中，因为硬件老化引起火灾，导致一名老人死亡。此事件引起了市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。说吧，到底什么原因？这次火灾的初步勘探的结果是，由于9号楼103室他家里的电路老化出现了故障，短路引起了火灾。所幸的是楼层不高，火势蔓延的速度并不快，所以呢，楼里的好多群众呢，及时的就撤离出来了。目前有6人不同程度的受伤，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。但是2楼的一位老奶奶，由于腿脚不便没有走出来。火速蔓延的不快，那整栋楼都烧了。这个原因多方面的。第一，出现火灾的时候，正好是赶上下班的晚高峰，消防车堵在路上，动都动不了，整整耽误了15分钟。2，消防车好容易到了宿舍区，宿舍区里的通道里又停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车，包括自行车和电动车，消防车根本无法近距离靠近。3，宿舍区社区管理滞后，物业跟不上，出现大火时是一片混乱，你找个正经说事的人、管事的人都没有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不是交通问题，那几个工人就不会受伤，老奶奶很可能就不会死，财产的损失就不会这么大，消防车都过不去，那渤海成什么城市了？这次火灾彻底暴露了很多问题，交通管理问题、民众交通意识问题、突发事件的预案不足问题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交警部门要好好的反省，吸取教训，找原因，堵漏洞。金市长，我说2句吧。你说，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，我承认有我们的责任，属于我的责任，我勇于承担，我绝不推辞。但是你说这么多问题让我们公安一家去办，那能解决得了吗？那我找谁去？谁给我解决？我个人认为，这就是我们管理城市的能力问题和水平问题。以我们目前的一种管理的方式和方法，那是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。就拿交通来说，私家车暴涨，路就那么多，就那么窄，怎么办呢？堵呗。所以说，这拥堵就成了一种常态。如果我们不在交通管理的方法上、方式上进行改革改变，那将来路还是要堵，还会越堵越厉害，你信不信？千帆说的有道理啊，交通管理、应急管理、社区管理、简政放权，
这些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陈旧的意识和过时的管理手段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原来啊，目前我们城市管理方式的提升，主要是靠查漏补缺和局部的修补，都是被动的，缺少整个的规划和彻底的改革。现在互联网发展的这么快，你看能不能用网络信息技术、城市智慧的理念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管理模式，可以主动的、预警式的解决城市管理中层出不穷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正是我想的，就在智慧渤海这个问题上做文章，把渤海变成一个高效的、便捷的、有创造力的、民众幸福指数高的城市。现在问题是，我们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太陌生了，很大程度上，我们还是一张白纸啊。党的18大以来，我国互联网事业发展之快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。可以这么讲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，很多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已经开始布局和建设，而我们呢，我们已经严重落后了。人家有些地方已经搞出成绩来了，被定为国家试点城市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向大家阐明方向，能动起来我们就先动起来。好。这是根据各部门的预算得出来的一个结果。60个亿，啊？是的。那你们得说一说，这60个亿你们是从哪来的？是不是合理啊？每个人都要发言。各部门提出的方案，乍一听都很好，仔细一想，没法操作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，归根结底是没有懂行的，大家从根本上没有理解什么是智慧城市，未来的智慧城市怎么建设。关键就是这个智慧城市，我们之前都没有搞过，想要在短期内理清思路、推陈出新，确实有困难。这是个大难题啊！是，幸亏我们及时发现了问题。建设智慧城市的方案一旦启动，那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。我听说有好多地方搞智慧城市，那钱是哗哗的往里面投，可是呢，连点回声都听不着。你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很简单，领导一拍脑瓜就要搞智慧城市。首先是交给发改委做方案，可是发改委呢也不知道怎么做，于是后来啊就成了各个单位各搞一套，各部门一哄而上，各干各的，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建设智慧城市的高潮。结果呢，全乱了套。所以你要搞智慧城市，你必须得提前规划好，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去管理协调，不能各自为政。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总体设计，我宁愿选择暂缓这个项目。我跟您是一个意思，前车之鉴摆在这儿，我可不希望渤海步他们的后尘。我去找一下曾书记，先把这种情况向他汇报一下，然后再听听他的想法。项目暂缓？是啊，曾书记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很多问题都摆在这儿呢，我们渤海的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。你是担心我们的做法有些冒进？我确实有这个顾虑。老金，你想想看啊，从我来渤海以后，咱俩大班子，咱哪一件事情不都是一边摸索一边推动？这我承认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关停钢厂，治理卢潮河和南山湖，推进同江大海，这最起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可是智慧城市这个东西，它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。这智慧城市究竟是什么？渤海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智慧城市？钱从哪来？
人才从哪来？这些问题呀，我这心里呀一点底都没有啊。我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承认这些你刚才说的差距。我觉得智慧城市是一场涉及到思想观念、体制机制、生产方式、工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革命性的一场变革。我觉得我们渤海现在是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如果我们想做领头羊，把对手远远地甩在身后，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遇。机遇抓住叫良机，抓不住，那可就是危机了。曾书记，有句老话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啊。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要搞智慧城市，我们的功课做得怎么样？我们给自己的预期成绩能打多少分呢？你也好好想一想。我忽然想起凤山书记经常说我的一句话：每逢大事有静气。也可能我真是冒进了。赖总，谢谢你给我的提醒。智慧城市这概念确实有点看不见摸不着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是应该做小学生的，我们向先进的地区和城市学习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。对呀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，学习样板，把渤海市智慧城市的建设速度提高起来。那就这样，咱们马上调集精兵良将，到先进的地区去学习。我听说现在西川和南州两个地方搞都不错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人马分成2个组下去考察学习。就这么定了，我马上安排。哎，这回我没毛巾吧？近年来啊，智慧城市在西川的发展非常迅速，除了硬件、基础设施外，还有形成了智慧治理、智慧生活、智慧产业构成的智慧生态圈，为西川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。我们建立了国内首个智慧城市的运行中心，可以实时显示道路交通、空气质量、河道水质、安全管理、人员流动等信息，并及时通报大数据的收集分析结果，为我们的决策提供数据参考。我们这边已经实现了智慧农业，这些装置呢叫传感器，它们主要负责收集大棚里的温度、湿度，还有土壤水分以及二氧化碳一些相关的数据，然后再一并传输到控制室的这个电脑当中。后台办公区是我们南州市使用面积最大、服务面积最广的一个公共智慧平台。这市民的用户呢超过了300多万。我们进一步在完善便民和惠民的一些相关措施。这些布局啊，政府的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主导、统一规划，还需要打破过去封闭的行政体制。以后希望你们多多配合，我们一定配合到底。好，再见。真痛快啊！省里面关于支持建设深水良港的建设方案终于下来了。为了这个深水良港，为了它，我酒量都快练出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？你这个酒量见长啊？一般一般。韩总，这您就不知道了吧？这里边有一半的功劳得归功于人家有一个好女朋友。一般一般。说点正事啊。在现阶段的这个节点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我觉得这次咱们的机会可是来了，咱们几个真得好好合计合计，看看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。说得对，
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全自动化的无人码头的时候，我真的被震撼到了。在我们的整个港区里，应该是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。酷啊！哎，你是说人呢，还是说港口啊？都酷啊！当然是港口啊，还有人啊！哎，我觉得啊，要把咱们的港区打造成智慧化、现代化的先行区和示范区。曾书记要是知道这个了，肯定特别高兴。就把这个当成我邓耀北送给曾燕来的一份大礼了。这可是大礼啊！当然。好啊，从大家热烈的掌声，我听得出来，大家对金市长还有程副书记这次考察的结果非常的期盼。说实话，我天天坐在家里，我也着急。好，废话我不多说了，咱们下面呢就请他们二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掌声欢迎。我先说几句啊。我这次西川之行啊，我总算弄明白了这个智慧城市啊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以前的眼光啊太短浅，对智慧城市这块的理解太少了。这次我到南州考察也有同感啊。总的来说啊，智慧城市分4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硬件部分，就是用网络信息技术建设一个大的数据库。网络和终端这个专业性非常强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另一部分属于应用，应用分3个阶段，首先是智慧产能，其次是智慧民生，比如智慧交通、智慧社区等，再其次呢是智慧治理，这应用于城市治理和智慧政务。你把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。从我们的考察来看，西川做得还不错，经济发展的比较快，社会治理、民生保障和便捷性、宜居性都不错，很多方面呢值得我们借鉴。东部是南州做的最好，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智慧大厅，非常的漂亮，拱形的大屏幕，把全市所有的数据都投放在大屏幕上，可以看到整个南州市的全景，街道、楼宇、道路、车流以及污染指数都能同步的标注出来，看得非常清楚。还可以标示到某一个园区，甚至每一个楼宇里边有多少人，有什么企业都能标示出来。还有小区里的人口、构成、年龄，以及有没有犯罪记录，会发生什么不安定的因素，都可以显现出来。这个南州市做的在全国都是非常好的。今天这会开得好啊，大家这干劲儿都被调动起来了。看来你们这回考察很成功啊。是啊，回头啊我再给你谈。你看人家是怎么操作的，这个钱呢从哪来到哪儿去呀？这里边学问大了。行啊，有了这些法宝，咱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，赶紧把咱们的智慧渤海给搞起来。光凭这一点，我们还差点劲呢。这次我到西川呢，碰到从北京来的智慧城市的专家，我费了很大的劲呢，才把他请到我们渤海来啊，是吧？专家人呢？别急呀，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放心吧。
金市长，你好，尹教授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海老师长的大驾，真是不敢当啊！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梁爽同志。尹教授好。您好。以后具体有什么事情呢，由梁爽跟你直接对接。好。梁爽，你可得跟尹教授好好学习啊。尹教授是国内智慧城市这方面的研究专家，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，是这方面的权威人物啊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来，尹教授，请。哎，尹教授能来渤海指导智慧城市建设，是我们的荣幸啊。渤海现在正在处于关键时刻，您能来真是雪中送炭啊。渤海市在治污和新旧产能转型的方面的发展，能让我感觉到渤海市巨大的潜力。是啊，所以您这次来，一定要给我们多支几招。上次您在电话里说，在智慧城市方面，你们已经进行了一些规划和部署，方便把相关资料让我看一下吗？好啊，让梁主任马上给你送过去。市长，这北京来的专家就是有效率，一上来就干活。是啊，看来我们智慧渤海指日可待了。智慧渤海的规划是中长期规划，分3个阶段实施，总体投资规模在80亿左右。现在各单位对智慧城市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，都有冲动，有想象，有干劲儿，听起来很不错啊。可是这钱从哪来呢？别说80亿了，哪怕就10个亿，现在财政拿出来也非常困难。智慧城市的建设目前是比较超前的，有困难，有挑战，但也有机会，有胜算。资金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我现在呢正牵头做智慧城市项目的可行性报告，我会把资金筹措放入到我的这个报告里。我的意见是，一切得从实际出发，必须防范资金风险。经理，市长，市长，尹教授刚刚和我通过电话，他想马上跟您谈一下，说咱们给他的规划他已经看完了。什么？这么一摞子规划，这一会儿就看完了？是啊，哎，要不我帮您推一下？不，这尹教授啊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人家也许这一眼就看出来问题的所在。正事要紧，你这样，梁主任，你去安排一下，你把他请到这儿来，我在办公室等他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金市长，不客气地说，你们的方案问题太多，根本无法实施。问题在哪儿呢？我们这些方案都是经过反复的论证才做出来的。最大的问题是，目前方案里的城市信息系统都是各自独立的。比如交通系统、城建系统、电子警察系统，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。而建设智慧城市，必须是形成系统的系统及大系统，才能发挥最大化的效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有很大的问题。还有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说很多设计片面的追求大而全，其实很难落地，也很难运营，做的就是表面文章。还有一点，把一些关联性不强的项目也纳入智慧城市，说难听点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。金海东忽然发现，他面临的不是一个难题，而是一个挑战。他不明白，经过调查、走访、学习和论证得出的方案，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？尹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些所有的规划都得推翻重来？是的。但是，这个规划不是你们能做的，所以我们把你请来啊。我也做不了。那谁能做呢？集思广益，团队作战。具体的说，
要打造一个庞大的专业队伍。那我们到哪儿去挖掘这样的人才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多管齐下。你到西川和南州，请几位有实战经验的专家，我让北京带的几个博士也参与进来，再从渤海招聘一些优秀的人才，共同组成一个智库机构。名字可以叫智慧城市研究院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同意。一个研究院的组成，到最后完成智慧城市的设计、规划、技术的储存，需要半年的时间。咱不怕。你忘了你老提醒我那句话了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如果说咱们把建设智慧渤海比喻成一个高楼大厦，那这研究院就是咱的地基，咱必须把它夯结实了，打牢了，这样，将来咱这大厦才不会歪。说的有道理。行，我马上去找财政局和科技局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把研究院给搞起来。招聘情况怎么样？渤海有您这样的梧桐树，还怕招不来金凤凰？各大院校的毕业生，听说了尹教授任院长，都跑来报名了。网上报名的人就更多了。您看看这些简历吧，都是我们挑选出来的。这些就是你们给我选的人？对啊，这次我们挑选的标准比较高，要求必须是国内外名校的毕业生。我说过必须选名校生吗？没有啊。还有，为什么你们给我挑的这些人，全都是工科生？哎，我们不是要建智慧城市吗？我们挑选的可都是专业对口的，比如说计算机网络工程、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什么的。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？哎，好吧，那我就教一教你，究竟什么叫专业对口。坐。我们一提到智慧城市，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科学技术，以为只要科技水平达到了，我们就能把智慧城市建好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根本不是啊。那我们需要什么人才啊？建设智慧城市，人才永远是第一位。我希望来研究院的，还要有很多人文社科和艺术类毕业的人，因为他们有着与理工科学生不同的发散型思维和创造性思维。我们需要更加开阔全面的眼界和视野。我好像明白一点了。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同质化越来越严重，几乎是千城一面，城市与城市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，这太可怕了。我希望把渤海建设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、充满了当地特色的城市，一个有独特审美的城市，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模仿。因此，熟悉渤海的、了解渤海情况的人才是我的首选。哦，让您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次的招聘会重开。按照尹院长的要求，我们重新召开了招聘会，结果还是不错的。那些刚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，都很乐意到咱们研究所来工作。他们对智慧城市的理念都很向往。好啊，我们有这些人才储备，我们的智慧城市研究院就一定能搞起来的。哎，金市长，别太乐观了。咱们现在是把兵招来了，可那些带兵的将，一个都不肯来。什么情况？尹院长推荐的那些专家，还有您认可的那些高级技术人才，我们进行反复的沟通，承诺给住房、给科研经费，但是人家还是不来。怎么回事？我都拿出了人才引进政策的最高标准，和专家来谈，但是专家完全不动心。可以理解，这些专家都在一线城市安家，事业上
在各个领域都是领军人物。要想把他请到我们渤海来，一般的条件也请不动人家。是啊，我们请不到顶级人才，那我们搞智慧渤海就注定是落后的。你这样，你把尹教授请来，我跟他讨教讨教。建设智慧城市，人才是第一资源。未来的竞争，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。建立智慧渤海，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，没有人才的创造力迸发，活力涌流，是难以成功的。念好了人才经，我们才可以事半功倍。任教授，我充分的认同你这一点，但是现在问题是人请不来呀。金市长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专家都是行业翘楚，都在国家级的研究院、名牌大学、独角兽企业工作，他们缺住房和科研经费吗？对，他们不缺，所以我们要请他们来，条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天天喊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，可怎样为人才创造良好条件、提供广阔平台，这是个大问题。我们的人才引进政策必须要革新啊！尹教授，你见多识广，你有什么高招？我认为，对行业顶级人才，要建立市场化的人才激励机制。他们牵头完成的科研成果、知识产权收益了，是不是都是单位的，都是集体的？我看可以分配，咱们要建立这个分配机制。在技术入股、人才入股以及税收方面制定专门的政策，不仅让他们参与到渤海智慧城市的事业中，还必须让他们永远享有事业所带来的红利。在人才流动上，甚至可以打破体制界限，让人才在政府、企业、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。这个想法大胆，有创新。要改革就要改得深入，改得彻底。比如，我对互联网领域的人才接触的比较多，不少是奇才怪才，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，有很多的奇思妙想。对待特殊人才，要有特殊的人才政策，不要求全责备，不用论资排辈，不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。任教授，你的话提醒了我，我们要采取特殊政策，建立起一个适应特殊人才的人事制度、薪酬制度，把优秀人才聚集在技术部门、研究部门、管理部门，建立一个新的人才评价机制，不为学历、论文、资历，突出专业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。你说的非常关键，渤海只有构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，以后不管是哪个国家、哪个地区，只要是优秀人才，才能为民所用。我立刻向曾书记汇报，同时呢，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科技局马上开会，拿出个切合实际的、专门针对特殊人才的方案，让这些专家看到我们渤海的诚意。金市长，只要你栽下了这棵梧桐树，就不怕没有金凤凰来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智慧城市研究院在这里成立了，在这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，它将为渤海市的发展和渤海市人民的美好生活去指引方向，去创造条件。下面，我们有请渤海市智慧城市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尹建平院长为大家讲话。感谢大家，感谢渤海市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。21世纪以来，人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。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，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趋于成熟，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了一个以网络为支撑、以人类智慧驱动发展的时代。我认为，这是继
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，又一个新文明时代的到来，可以称之为智慧文明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出现了智慧地球的概念。由于全球已经进入城市社会，人们随即聚焦到智慧城市建设上来。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。从2012年以来，国家住建部、科技部、工信部等陆续出台相关文件，指导网络技术信息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，先后确立了数百个智慧城市建设示范项目。这说明，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。作为渤海市智慧城市研究院的首任院长，我愿意为建设智慧渤海这个伟大的目标鞠躬尽瘁。谢谢大家。